这场比赛，中国选手樊振东将迎来本届巴黎奥运会的首秀。他的对手来自乌克兰选手扎木登科，这是双方首次交手。樊振东在巴黎奥运周期一共取得了8站国际赛事的单打冠军，这也是他第2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。接下来看第1局。 在首秀当中，面对对手实力并不是特别强的，但对于赛会的2号种子樊振东来说，仍然要面临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，因为第1场比赛当中的运动员要适应比赛的节奏，适应整个场地的环境。樊振东的对手扎木登科，这也是他第2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。 2012年伦敦奥运会，当时是止步64强。2比5，樊振东退到中远台，反手对正手，反手这球没有拉起来。3比5，从这球的情况上来看，樊振东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，特别对手有一板拉出了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，樊振东及时调整脚步，一个侧身。 3比7，扎木登科发逆旋转，前3板斜接的速度非常快，连续2个发球抢攻打得都比较坚决，而且2个角度打得也比较开。5比8，这球也是一个半出台的位置。 扎木登科在台内抢攻一板。6比8，扎木登科发长球，樊振东快速反手斜线的衔接，挤压到了对手的身位，中路底线进攻得手。这样的话，樊振东11比6率先拿下了第1局的比赛。接下来看第2局。 0比1，又进入到中远台对拉，这球拉的角度非常开。第2局适应了对手的情况之后，一上来连得了4分。扎木登科发逆旋转，这个旋转的变化起到了效果。 1比5，樊振东也发了一个逆旋转球，打了一个节奏变化。1比6，樊振东发逆旋转正手短的位置，反手斜接非常快。1比7，扎木登科发逆旋转，连续2个逆旋转的发球效果都不错。2比7，扎木登科这板球加快了衔接的节奏。 到目前为止，樊振东比赛进程打得更加轻松一些。对于扎木登科来说，他发球这个环节很关键，一旦没有办法在发球上起到效果的话，那么他的前3板就没有办法打出威胁。他主要是靠前3板进攻，进入相持之后呢，没有太多的机会。樊振东连下2局，换高抛了。接下来看第3局，前2局拿下来之后，可以看到樊振东现在有更多的更激进的战术。 1比2，扎木登科主要在他的前3板发球也有了更多的变化。2比3，樊振东盯半出台，这球节奏控制得很稳，不着急拉出质量。2比4，扎木登科又发逆旋转球，樊振东在正手位反手拧了一个斜线，变回逆旋转发球之后，不是收获了不错的效果，连追了2分。 扎木登科到远台之后，他这个反手位想接樊振东的重板有些难。扎木登科这名运动员从前3局的情况上来看，他在前3板的设计变化还是比较多，
对于樊振东来说，一定要做好接发。只要是接发做得好的话，不让对方这个前3板的发球抢攻战术打出来，主动权就能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这样的话，11比7，樊振东拿下了第3局比赛的胜利。现在进入到双方的第4局，开局扎木登科增加了更多的搏杀。2比2，樊振东拧拉，拧得很转。扎木登科想要在拉起的时候，脚下移动还没有到位。2比4，樊振东及时调整，球的落点与自己判断并不一致的情况下，及时做出的调整，然后下一板球拉出的质量。开局被对手拿到前2分之后，樊振东现在连得的6分，而且状态越打越好。面对对手这个逆旋转的发球也非常的适应。2比7，樊振东给到对手正手小三角的位置，一个很刁钻的落点。2比8，樊振东突然加快了衔接的速度，不给对手任何喘息之机。这样的话，樊振东以4比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，在本届巴黎奥运会的首场男单比赛当中取得了胜利。